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韭菜不香。英伟达的黄仁勋上个礼拜在德州奥斯汀做了一次演讲，他指着台下一个白头发的中年男人说：“没有他，现在的人工智能根本跑不起来。”那个人就是迈克尔·戴尔。让黄仁勋公开致敬的不是芯片设计，不是数据中心，是搬运，是组装，是把英伟达的 GPU 装进机柜，接好线，运到客户家里，然后开机的工作。听起来不性感，但这件事现在是英伟达整个生意的命脉。戴尔科技股价过去3个月涨了将近150%，跑赢了英伟达。一家公司只是帮另一家公司搬运货物，结果搬运的人涨得比造货的人还快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同时也感谢大家的点赞、订阅和关注，这是对我们团队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。要理解现在的戴尔，必须回到1984年那个宿舍。迈克尔·戴尔当时19岁，在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读医学预科，父母是医生，希望儿子继承衣钵。但戴尔从15岁拆开第一台苹果2开始，脑子里只有一件事儿：电脑这东西卖得太贵了。他发现一个秘密，当时 IBM 一台电脑卖$2000，但里面所有零件加起来的成本只要$600。中间$1400被层层分销商和零售商赚走了。戴尔的逻辑很简单，如果绕过所有中间商，直接卖给客户，每台电脑可以便宜$1000多，客户的钱省下来了，戴尔的利润反而比 IBM 还高，这就是直销模式。1984年1月，他用$1000注册了一家叫 PCs Limited 的公司，同学的订单像雪片一样来。大一第2学期结束的时候，他已经卖了$8万的电脑，换算成现在的购买力大约$25万。父母这才放下医学梦。1984年5月，戴尔正式辍学。直销模式当时是颠覆性的，但戴尔真正厉害的不是渠道，是供应链。传统电脑厂商先生产几万台库存，然后等客户来买，库存压资金、占仓库，还有过时贬值的风险。戴尔反过来，客户先下单付钱，戴尔再去采购零件、组装、发货，整个流程压缩到几天之内。这意味着戴尔不需要囤货，几乎不占用流动资金，库存周转速度是行业平均的好几倍。这套打法让戴尔在1990年代占领了全球 PC 市场的第1名。1992年，戴尔成为财富500强历史上最年轻的 CEO，27岁。28岁那年，戴尔就上了《财富》杂志的封面，标题是 PC 界的奇迹。故事如果停在这里，就是一个完美的美国梦。但戴尔的真正考验在20年后。2007年，苹果推出 iPhone， 智能手机吞噬了 PC 市场，同时联想用低成本制造和惠普用零售渠道把戴尔的直销优势抄走了。2006年，戴尔全球 PC 市场份额被惠普反超，直销模式的红利被互联网时代抹平了。2007年，股价跌到了曾经峰值的1/3，戴尔不得不再次出山当 CEO。他后来写过一本书叫《和气生财》，专门讲那几年的至暗时刻。他在书里说，那感觉就像1984年一样，他必须再一次发明这家公司。到了2013年，他做了一个让华尔街震惊的决定，他要把自己一手创办的上市公司从纳斯达克退市。理由是上市公司的季度报表节奏让他没法做长期的战略转型，每3个月分析师就要追问销售数字，任何长期投入只要短期不见效，就会被骂得狗血淋头。戴尔说他需要5年时间安静地动手术，不需要每个季度被人评头论足。他找到了私募巨头银湖资本 Silver Lake Partners 一起出手，$249亿的杠杆收购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最大的杠杆收购。激进投资者 Carl Icahn 跳出来反对，说戴尔的报价压低了股东利益。两人在媒体上互相攻击了好几个月，最终戴尔加价才把这笔交易做成。完成的那一天，戴尔说他终于自由了。接下来他花了3年布局，2016年扔出王炸，$670亿收购 EMC。
EMC 是企业存储设备的霸主，它旗下的 VMware 是全球虚拟化软件的标准。这笔收购的价格是当时科技行业最大的一笔。大部分分析师骂他疯了，说一家卖 PC 的公司花数百亿买存储干嘛？戴尔的回答是 PC 时代结束了，企业级数据中心是下一波，要么我现在进场，要么永远进不来。收购完成后，戴尔的资产负债表被压得喘不过气，债务超过500亿美元。整整7年时间，戴尔几乎所有的现金流都用来偿债。直到2024年，杠杆比例终于回到了 1.5 倍的健康水平，戴尔拿回了投资级信用评级。同一年，戴尔被纳入了标普500指数。这一步走得比所有人都早8年。时间来到2023年 ，ChatGPT 横空出世，整个世界突然意识到，人工智能的训练和推理需要海量的 GPU、散热和电力，需要的是一整套数据中心。戴尔在过去7年通过收购 EMC， 已经把数据中心硬件的全站拼齐了。服务器是它的传统强项，存储有 EMC 的 PowerStore 产品线，网络有 Foundry， 散热和液冷已经投入了5年的工程研发。当其他厂商在零散组装的时候，戴尔已经可以一站式交付整个 AI 工厂。这也解释了2024年开始，戴尔的 AI 服务器订单一下子疯狂涌进来， Q4 单季订单同比暴涨 342%。 但还有一个更深层的优势被市场低估了，戴尔的安装基础。SiliconANGLE 的一份调研显示，全球超过1半的企业用着戴尔的 PC 作为员工电脑， 41% 的企业用着戴尔加 EMC 的存储。这些企业有数据，有员工，有现成的 IT 采购合同。当他们想做 AI 转型的时候，第一个电话打给谁？打给已经在他们大楼里的戴尔。这是一个隐形的护城河。微软 Copilot 要进入企业，要靠戴尔的 PC 送达；英伟达的 GPU 要进入企业的数据中心，要靠戴尔的服务器送达。戴尔是企业 IT 的最后1公里，没有它，再先进的 AI 技术也到不了客户手里。但这里出现了一个所有投资者都在纠结的问题：利润率。一台 AI 服务器里面最贵的零件是英伟达的 GPU， 一台戴尔的旗舰 AI 服务器卖50万美元，其中30万到40万是付给英伟达的。戴尔从这30到40万里几乎赚不到差价，因为英伟达的定价权太强。戴尔赚的是剩下那部分的组装、集成、服务和软件的钱。服务器收入越涨，毛利率反而下降。GPU 占比越大，戴尔在每1美元收入里的利润越薄。去年，戴尔 ISG 部门的运营利润率从 Q4 的 18%跌到了 Q2 的 8.8%。市场吓坏了，一家 AI 龙头如果赚不到钱，那 AI 再火又有什么用？戴尔的反击有3层。第一层，规模。当一年卖出500亿美元 AI 服务器的时候，即使每台只赚 10%， 绝对利润也是惊人的。规模本身就是护城河。Supermicro 是戴尔最大的竞争对手，但他去年被审计师 Ernst Young 辞退，因为会计违规。空头机构 Hindenburg 发了做空报告，机构客户开始撤单。Supermicro 的市场份额从 25% 跌到了 15% 以内。这部分流失的订单大部分被戴尔吃下了。第二层，比规模更重要的是液冷。Blackwell 和下一代的 Vera Rubin 芯片功耗太高，传统的风冷散热搞不定了。一台 AI 服务器密集运行的时候，散发的热量相当于几十台电脑同时跑，必须用液冷。液冷不是把芯片进到水里那么简单，它涉及到管道工程、热交换器设计、防漏机制、机柜级散热协调，整个一套精密的水利工程。戴尔在这上面投入了5年，是全球少数几家能大规模交付液冷 AI 机架的公司之一。供应紧张可能持续到2028年。这5年里，液冷服务器的溢价能力很高，戴尔的利润率有机会持续改善。第三层最有意思的是云回归。
过去10年，企业把数据和应用从自己的机房搬到了亚马逊、微软和谷歌的云上，所有人都以为本地数据中心要死了。结果到了2024年，发生了一件事儿，云成本飞涨。亚马逊 AWS 和微软 Azure 的报价随着算力紧张持续上涨。一些大型企业算了一下账，发现把数据和 AI 工作负载放回自己的机房反而更便宜。这个现象叫做云回归或者本地化。Andreessen Horowitz 合伙人之前公开估算过，云回归可以为企业节省超过1000亿美元的 IT 开支。戴尔的本地数据中心硬件正好踩在这个趋势上，他跟英伟达合作推出了 Dell AI Factory， 给企业一个插上电就能用的本地 AI 解决方案，比租用公有云便宜，而且数据不出本地，对金融、医疗、政府这些对数据安全敏感的客户特别有吸引力。迈克尔·戴尔今年60岁，他持有公司43%的股份。Bloomberg 亿万富翁指数显示，他的净资产1480亿美元，世界第11富。但他的风格跟马斯克完全相反，他不上脱口秀，不在社交媒体上骂人，不发表政治宣言。一个工程师的生意由工程师在打理。5月19号到21号，戴尔在拉斯维加斯举办了1年1度的戴尔科技世界大会。CEO 在台上发布了一系列 AI 产品，包括跟英伟达深度合作的下一代液冷机架平台，跟 AMD 合作的 MI400 服务器，专门为企业客户设计的 AI Factory 打包方案， PowerStore Elite 企业级存储和升级版的 Power Edge 服务器，整个产品线全面对接 AI 安全和自动化。戴尔的 Q1 FY27 财报5月28号发布，华尔街预期收入350亿美元， EPS 3.00 美元。 Bank of America 明确预计戴尔会双重超预期，并上调全年指引，目标价从230美元上调到280美元。Evercore 和 Barclays 直接给到320美元到340美元。但市场最关心的不是收入，是3件事儿。第一件， AI 服务器积压订单的余额变化。戴尔进入 FY27 的时候积压430亿美元， Q1 新订单减去出货之后剩多少，是判断需求是否继续加速的关键。如果余额上升，说明客户对2027和2028年的 AI 投入仍在加码；如果余额下降，说明 AI 军备竞赛见顶。第二件，全年 AI 收入指引，当前目标500亿美元。如果戴尔把这个数字上调到550亿美元，甚至600亿美元，分析师会立刻把目标价向上修订。如果维持不变，市场会失望。第三件，最关键的 ISG 运营利润率。如果维持在10%以上，估值就稳了；如果跌破9%，市场会再次怀疑戴尔到底是 AI 龙头还是英伟达的低利润代工厂。把视角拉远来看，戴尔的故事其实是一个商业模式逐步爬升的过程。第一阶段是直销卖 PC， 赚的是流通效率的钱；第二阶段是收购 EMC 做数据中心硬件，赚的是企业 IT 基础设施的钱；第三阶段是 AI Factory， 赚的是企业 AI 转型的服务和集成的钱。每一阶段都比上一阶段更靠近高利润、高粘性的业务。如果 AI Factory 真的成为戴尔下一个10年的核心产品，那它的利润率会逐步改善。这才是华尔街正在以全新的角度评估戴尔的根本原因。市场不是在为现在的戴尔付钱，是在为它5年后可能变成的样子付钱。但风险也明摆着，如果 AI 需求增速放缓，如果英伟达 Vera Rubin 量产延期，如果 Supermicro 恢复元气，戴尔的故事都会受影响。295美元的股价已经透支了大量乐观假设。Q1 财报每一个数据点都会被放大检视。还有一个长期风险更值得思考，戴尔的客户高度集中。Bloomberg 的拆解显示，前10大客户占戴尔 AI 服务器收入的接近70%，其中微软、Meta、
XAI、CoreWeave 这几家占的比例最大。任何一家削减资本开支，戴尔的下一个季度都会立刻见效。迈克尔·戴尔42年前在德州大学的宿舍里赌的是电脑会被卖给每一个人，他赌对了。现在的戴尔在赌另一件事儿， AI 会被部署到每一家企业。这一次他不再是19岁的大学生，而是世界第11副。但赌注的本质没变，先看清楚一个绝大多数人看不清楚的趋势，然后在所有人反应过来之前 all in。 5月28号见分晓。感谢大家观看，做这类深度内容不易，你的订阅、点赞和转发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。我是韭菜不香，我们下期再见。